好，我们开始上课。MOSFET 我们是接在下端的，对不对？接在下端的话，可能我们要接个 D， 我们找个 D 把它放在这里。我们说过 MOSFET 的极始之间需要接一个下拉电阻，让它在不工作的时候确定为 D。好，我们这样把它连起来。那么对一个低压的一个下拉电阻，它的取值从几十 K 到几百 K，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。这个地方好，那为什么这个地方我们需要一个下拉电阻呢？因为即使电容它需要放电，我们知道单臂机在没有上电的情况下是一个高阻态，所以你不能指望通过 I/O 口把这里面的电容里的电放掉，这个不太可能。这是其一。第二呢，单臂机没有上电的话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这个 MOSFET 打静电，管子容易坏。单臂机的 I/O 口，我们知道它上面电源输入口到电源，它有一个二极管，以及对 D 这个角的一个二极管。这样的话，它能够扛得住一定的 ESD 它可以扛得住，所以说你打那种 ESD 它这个角是可以过的，这我们前面也讲了。好了，这里的话，因为单臂机的 L 口是一种高阻态，而我们这里只能是两态，要么是高，要么是低，而且呢，最安全的状态它就是个低态，不工作的情况下就是低，所以说这里下拉电阻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。当然，前面我们说过，它也要接一个，前面也要接一个电阻，最终这个电阻取多少，我们后面再谈。OK， 好，我们再来看这里，理论上讲，它是这里要接个马达接在这里，然后在上面有个 feedback。实际上，我们在 PCB 上马达是看不到的，它是通过两条线，马达上的两条线，然后放到与 PCB 上，我们放两个焊盘，这样焊起来。我们把这个马达移过来，方便我们跟这个插座的连接。我们这里再放一个插座，到时候这个插座跟这个插座一插，这个马达就与这个 PCB 上的电路接进去了。这样我们就在比如马达坏了的情况下，这个维修起来就方便。上有两根线，我们可以做两个焊盘，因为我们有4个马达，对不对？我们把这个叫做马达 A。因为我们无人机上有4个马达，我们把这个叫做马达 A。这个地方我们用了一个贴片的焊盘，在 PCB 上做了一个焊盘。马达上不是有2根线吗？我把这个线焊到这个贴片上，这样的话马达就连接上去了。另外呢，考虑它的一个多用途性，在马达上面我搞了一个接插件，这样一堆的接插件。一插跟这个连上去，万一如果马达坏了，这个维修起来就比较方便。这个供大家拓展用。我们来看这里要注意了，就是说无人机上有4个马达，这样的4个马达，对吧？
它们就是对角两是相同的一个转速，比如这里是 A 跟 C， 这个是转速相同的。另外一个对角 B 跟 D 转速是相反的。OK，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看的是什么？就是说马达这里要么是 on， 要么是 off。那么在 on 的情况下，它的续流回路是怎么样的？它的续流回路是这样的 ：feedback， 然后经过这个马达过来到这个 MOSFET 到 D， 那么这样就在马达上面就建立了一个电流。那么我们这个 on 和 off 实际上用的是一个 PWM 来控制的。OK，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看的是什么？说马达这里面要么是 on， 要么是 off。在 on 的情况下，它的续流回路是怎么样呢？它的续流回路就是 feedback 经过马达过来到这个 MOSFET 到这 D。那么这个时候马达上就建立了电流。当然，我们这个 on 和 off 是通过 PWM 来控制的，通过张孔米来进行一个调节，是吧？张孔米越宽，它的平均电流就越大。马达其实我们看马达的参数，主要就是看什么？主要是看电流。我们说马达的电流大的话，则马达的扭矩大。其实这个电流应该是叫做马达的平均电流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马达的电流它就是一个上升下降上升下降，那马达的扭矩也是脉冲式的，脉冲式的。那我们说马达的平均扭矩就大，这时候它这个转速也高。对于有刷马达也是这样的，无刷的话就不一定。实际上你 on off 对于电器的电流来说，它实际上属于一个上升下降上升下降这样的关系。那么这个时候它会有一个平均的电流，它就有个平均的电流，就像我们跟变压器是类似的。自然这个最高点电流是最大的，对于它的个扭矩来说，这个点它的扭矩也大，所以它是脉冲式的扭矩，脉冲式的扭矩。但是这个点扭矩是偏大的，我们也说这个平均扭矩。好，我们来看，当最高点的时候，这个是最高点，最高点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呢是最低点，从这里开始起步。在这个期间，我们实际上做的是什么？就是 on， 对吧？ PWM 在 on 的状态。那么这个期间，我们说它是在 off 状态。这个是 on， 这个是 off。OK， 好了，那我们来看，由于这个拐点就是由 on、off 这个之间切换的时候，我们说马达它是电感嘛。也可以认为它是电感，但是这里我们先不讨论反电动式啊，在后面我们讲这个无人机 2.0 的时候，我们用一个无位置的 BLDC 直流无刷马达来控制的时候，我们再深入的讲这个控制的一个方式。那么电流由大到小，也就是说由这个 on 到 off 这个电感上面，它是电流它是不能激变的。因为电感上面电流一旦激变，就会感应出很高的一个反电动势，所以说就必须要有一个光段期间的这个续流回路。这里的话，我们来看，它只有这样一个回路，而没有另外的一个回路。而马达的续流回路必须有，马达在 off 期间，它必须要把这个传到另外一边去，对不对？这是在续流期间，这是一个圆，马达是一个电流圆。对于马达来说，马达作为一个电流圆，在 off 期间一个电流圆。为什么说这是电流圆而不是电压圆呢？其实因为它是电感嘛，电感是电流型的嘛，这个电流圆它要慢慢下降，这个时候就必须有个续流的通路。
对不对？蓄流通度我们之前讲过，是吧？这个时候要回到这个 feedback， 必须要让这个电流可以由下往上走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不能由上往下走，只能是由下往上走。如果你是由上往下走的话，那么这里这个回路就把电机给短路了，对不对？那么电机里面流过的电流就会小，这个时候电机的扭矩就不大，所以说它只能是单向流通的，那么我们就用一个二极管来表示 ，OK， 那么我们把它画好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还要来看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说它蓄流回路就建立了一个通道，对不对？当你管子 on 的时候，它往下不能流，它从这边过来。当你一关的时候，那么这个电流源它就形成了一个回路，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二极管，那么它一导通之后，它实际上它的压降是 0.7 伏。对于这个马达来说，因为它是个电流源，它关断的瞬间，这个电压是畸变的，但它电流不能畸变。我们从这里也看出来，电流也不能突变，它要么增大，要么变小，慢慢的变，它不能一下子变成0，对不对？不能突变，但是电压可以突变。这里的话，它被水切位，电压就有多少？如果它被电容切位，那么它就是电容的电压；如果被二极管切位，那么它就是这个二极管的电压，二极管两端的一个压降。那么如果它被电源切位，那么就是电源的一个电压。那么这个是它蓄流两端的压降只有 0.7 伏。我们说电感在蓄流期间，它两端的这个电压越低，它蓄流的时间则越长，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。就是我们电感或者马达，或者我们这里说电感吧，电感就是马达，在蓄流期间切位电压越低，则蓄流时间越长。那么大家想想看，是不是时间越长，如果我这个频率再高一些，很可能它是一个连续模式，对不对？很可能它就是一个连续模式。那么我们希望电机工作在连续的模式，而不希望它工作在一个断续的模式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连续模式下，你这个平均电流大的话，你这个扭矩就高。如果你电机都没有扭力了，那你怎么去带载？去带这个风扇，对吧？没办法去带，对不对？而且它的转速才高，马达的那个讲的功率啊，跟马达的转速成平方功率，对吧？所以我们需要它在工作这样一个模式下，那么这样的话，整个电机它的功率是偏大的，马达的功率是大的。OK， 其实这个呢，在第6部视频里面已经跟大家讲过了。为什么这个压降越低，它的蓄流时间就长，是吧？已经讲过了。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用这个水来模拟一下。我们用一个这样的水槽来表示一下，这是它代表有这么多水，这个是它的一个出水管，这个出水口的管口在这里，这是它的杯底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它这个水位有这么大，它这个水位的有这么大，那么这个水位差呢，它可能要大一些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水位差小，水位差大，说明它的压差就大，压差大，它水流肯定就要急。这个水位差小，它的水流就小，这个基本上也能够看出来，在物理方面去解答，或者公式方面去解答，在第6部视频已经讲过，这里不属于重点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刚才说这是属于一个慢蓄流，对吧？由于它的压差比较小，比较低，所以我们称之为一个慢蓄流。那么我们怎么去弄一个快蓄流呢？要去快蓄流，就要把它的压差变大，压差要变大，怎么去变？比如说我因为这里是 feedback， 对不对？是一个电池，
假设我再搞一节电池，另外那节电池呢也是这个 feedback 的电压。这个电池的话，我这里就用这个电容来表示，好吧？我就用电容来表示，电容用来表示另外一节电池。我把这个电池呢串在它上面，这个容量是550毫安。OK， 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把这个二极管先把它断开，这边把它连起来，放到这里。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，首先说这个地方是一个 feedback， 这个地方对这个 D， 因为这个电池跟这边是串联的，这个电池的 D 在这里，所以说这个的对 D 它是相当于2倍的，但是对电池来说它是 feedback 一个 feedback 这样的压降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 D 你要看是谁的 D 是吧？而我们预想的 D 就是这个，但是这个其实虽说是 feedback 的电压，但是对于另外一节电池来说，它就是 D。只要大家的参照不一样，所以说大家一谈到 D 就是说大 D， 千万要改变这样一个思维，一定要说压差。好了，那么第一节电池肯定是给马达供电的，那么在 on 期间，它通过马达这样过来到这个 D， 是吧？那么在 off 期间，这个时候由于它的电流变小，所以这里就感应出电压很高。那么电压很高的话，它就把这一个导通经过这个电池，再回到马达的负端，再回到马达的负端。在这里，马达是一个电流源，那么这个电流源就相当于给这个电池上充了一个 4.2 伏的电压，或者说是3伏，有3伏的电压。这个时候相当于电池是跟这个二极管是串联的，那么串联之后，这个电压就是 3.7 伏，也就是说电机两端被切位在 3.7 伏，跟刚才切位为 0.7 伏电压差拉大了，所以说这个时候电容上面这个电流就会快速的下降。完了之后，这时候下一次 on 就可能在这个地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属于断续状态了吧？断续状态很明显，它的平均功率，它的平均电流会低一些。在这里下一次上又从这里开始下降，意思是下降来了之后，也就是说这个上升与上升没有关系，但是与下降有关系，所以它这平均功率就下降了，是吧？这个马达的扭矩就会小一些，所以说我们这个叫快续流。在一些情况下需要马达急减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这种快续流的方式，就像这种4伏，比如说 FOC 电机控制的时候，那么它实际上是需要这种快续流的，通过快续流来调节电流的一个方向。我们从能量守恒定律来说，也能够看得出来，原来这种慢续的情况下，电机一直在这里续，对不对？续的时间很长，所以说更多的能量留在电机里面。所以说电机这个能量既然更多的保留在电机里面，电机的平均能量就多，它的功率必然会强。但是这里的话，电机作为一个发电机，相当于对这个电容进行充电，是吧？给电容进行充电，那么你在电机里面这部分能量就放到电池里面去了，那么电机里面的能量必然会变小嘛，所以说它的平均功率必然会下降。从这个角度能够去解释，是吧？那这里就跟大家讲一讲快续流、慢续流的问题。所以说电流是随便我们怎么设计，关键我们要看这个思路，是不是你这里需要电机，比如说我想要这个电机这个功率要小，但问题是功率小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要么变化这个占空比，要么降低这个电压，是吧？还有呢，我们这种方式我也可以实现，让电机的功率变小，对吧？所以有多种方式。
好，我们这节课就先讲到这里。